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俄亥俄州 Toledo 教会聚会后的分享与见证。今天要和您分享的题目叫阿爸父，一个帐幕里的呼求。在出埃及记中，神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描述帐幕以及建造帐幕的细节，为了向人揭示他心头的愿望，就是要在地上得着一个建造的帐幕，作为神与人永远的居所，将自己注入到人里面，成为他的众儿子。那么神是如何借着帐幕，也就是新约的召会生活，来完成他心头的愿望呢？我们是否认识并活在神这个精确的蓝图和方向上呢？在约翰福音1章14节，我们看到话成了肉体，支搭帐幕在人中间。这里的支搭帐幕不是一个名词的说法或道理，而是一个动词，一个行动，带着生命的意图。这节经文应验并且实化了那个古时的帐幕。主的话不仅是帐幕的本身，也是帐幕的入口。作为新约召会中神的儿女，我们若不能借着神的话，主观地经历神的自己，得着他一切的丰富，我们就绝不能有份于今天在地上的召会了。因为召会乃是神在地上扩大的帐幕，是一般拥有神的生命和性情，绝对的活出神永远定旨的人。约翰福音帮助我们看见，奴仆不永远住在家里，儿子却是永远住在家里的。这说出神的帐幕就是他的家，是单单为着他的众儿女的。作为神的众儿女，我们有绝对的资格和权利进入神的帐幕，并且永远与神同住。在希伯来书中，我们也看见基督的死与复活，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在帐幕里的宝座前，与他相会。帐幕的蓝图、设计和建造都说出神要在帐幕里与我们产生父与儿子的关系。帐幕里一切的安排都是神为着儿子住在家中所预备的，是神对他的儿子爱的流露。所有精心设计的细节都是为了使我们能过一个儿子当有的生活，是一个简单、圣别、存心顺服的甜美生活。住在神的帐幕中，的确是神赐给他儿女的特权，但是要进入这个神为他的儿子所预备的领域，有一个门槛，就是肉体被对付。正确的帐幕经历是没有肉体的，因为罪和肉体已经在外院子的祭坛上完全被对付焚烧了。肉体表明我们还没有到达圣所，这个只有儿子才能享受的领域。在罗马书中，保罗帮助我们看见，这些神为他儿女所预备的宴席和供应，本该是为着接受亮光和生命，但对于那些留恋于肉体的人，却成了网罗、陷阱和绊脚石，因为他们对主的话是没有经验的婴孩，幼稚无知，心理刚硬，至终就失去了帐幕中一切的经历和享受。那么我们该如何一直活在儿子的实际里呢？那些活在生命之灵的律里，受神的灵规律引导的，才是神的儿子。如今我们本是在神儿子名分的灵里，在神的家中安家稳妥，享受那里一切的丰富。在这样的灵中，我们甜美幸福地呼叫阿爸父。
每一次我们到画面前，都要运用我们的灵，碰着在画里面的神，并在其中经历享受帐幕里一切神为他儿子的供备。他是生命的饼，是灯台照耀的光，是复活的馨香。主啊，愿你今日听见并享受你的众儿子在你的帐幕里一同呼叫阿爸父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希望您能从今天的信息中得到亮光和启示。你的点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转发是我们持续制作的动力。我们的网址是 thechurchintoledo.org。期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。